係各位網友嗱，當呢個8月8號來臨啦，琴日個凌晨就係 Donald Trump 就宣布咗幾個重大嘅嘢嘅。我今日3條片都係講呢個。首先第一就係呢個對印度加多25% 關稅。今日印度我講2條片嘅，呢一條係講點解搞到咁，下一條就係睇下印度其實有受到幾大嘅影響，同印度仲有乜嘢可以做，佢究竟會唔會向美國低頭？好啦，呢個仲有少咗10零張飛嚇，大家快啲買啦！買5000蚊呢個消費券就可以買2張飛，賣晒嘅，係得我哋嗰度剩翻10張8張飛，係好位嘅嚇。呢個係聽晚我已經可以將嗰個整個關稅局大戰嘅收場講俾大家聽，呢個就係收場講俾大家聽。會唔會有通脹啊？點樣影響你同我嘅生活？呢個就係個股票點樣走法？呢個就係美國總統8月6號簽署行政命令，再對印度抽25%，於是50%。呢個世界上最貴嘅就係其實就係中國，都係50零個 percent， 54% 到啊。咁就係巴西同印度金磚國家，兩個50%。全球第2高同巴西一樣。最大鑊嘅咧就係巴西仲有好多嘢豁免喎，佢冇豁免到啊。巴西、印度 top of the list， 呢個就係。敍利亞嗰啲唔緊要啦，做好少生意噶嘛。呢個寮國呢個緬甸，呢個瑞士加拿大。Donald Trump 喺 CNBC 嘅節目表達，印度而家繼續同俄羅斯買油，就係幫俄羅斯打仗，佢哋喺度殺害緊烏克蘭人民。咁佢威脅加關稅，結果加咗啦。新關稅咧21日後就生效。適用於行政命令發布之後入境消費或者由倉庫提取嘅貨物，即係咧21日後生效。21日後如果你入境或者由免稅倉提出，就要抽關稅。咁你呢21日咧就係嚟唔切㗎啦，已經係。咁但係咧你就係途中嗰啲嘢同喺倉嗰啲嘢咧仲係可以用嘅。Donald Trump 咧喺8月1號咧已經加咗印度已經話對印度加25% 關稅，再加25% 咧，印度成為僅次於中國最重關稅國家，而且佢比起巴西更加不利。巴西咧仲有好多嘢豁免㗎而且巴西冇咁依賴美國嘅。原來印度非常依賴美國。貝森特話，貿易團隊對印度表示失望，最後關頭講唔掂啊！呢個係佢哋以為講掂啊，我係講俾你聽呢樣嘢點樣發生啊！強調兩國貿易取決於印度係唔係肯作出更大嘅讓步同改變政策。我喺下一條片會計啲數俾大家睇下，即係新聞連線係非常負責任㗎，會計清楚啲數就唔好亂噏嘢。印度外交部話，美方決定極其不幸、不公平、不公正、不合理，會採取一切必要行動維護國家利益。冇意思嘅，因為印度賣俾美國賣俾印度嘅嘢少之又少，得幾十億美金，得幾百億美金。印度出口大鑊咯，遙遙領前去美國嘅800幾億美金。呢個去阿聯酋嘅300億第2多啦，然後就去歐洲荷蘭，中國即係得咁少啫，冚唪去美國嘅遙遙領前。Donald Trump 鏈住咗印度條頸。好啦，佢係賣乜嘢嘅咧藥物我一陣間會翻去呢個表嘅。其實你睇見藥物係subject到一個特別嘅關稅㗎。呢個係大鑊嘅，呢個係 iPhone 嚟嘅，呢個 iPhone 嚟嘅，呢一個係鑽石啊！因為印度打磨鑽石好叻㗎嘛，呢個係呢一個係
衣物、珠寶呢一個機器，衣物嗰啲嘢全部大鑊。莫迪咧喺 Donald Trump 上任之後咧，即刻訪問 Donald Trump， 打友誼牌，同 Donald Trump Vance 玩起家庭外交，想用感情投資獲得 Donald Trump 嘅特殊關照，但係徹底失敗。Donald Trump 反面不認人，呢個人係反面不認人嘅。Donald Trump 同拜登政府嘅政策嘅取向完全唔同。拜登就唔會咁做啊，拜登係採取嘅友岸外包，即係咧就話美國做唔晒啲嘢嘅，有幾個國家咧我特登益佢嘅，就係包括咗加拿大、墨西哥、印度都會益佢嘅。佢毫無興趣啊，要產業回流美國。所以佢冇咁注重扶持印度對抗中國，但呢個係冇乜選擇嘅嘢嚟嘅本來。但係 Donald Trump 咧去到重要關頭咧，佢就唔記得咗啲戰略原則噶咯。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專家警告 ，Donald Trump 對印度祭出關稅懲罰，新德里會覺得係敵意嘅粗暴干涉、威脅、干涉外交主權，漠視印度能源需求。但係印度能夠做啲乜嘢呢？呢個世界結果呢，利害係好重要嘅。最後就係講呢一個利害，呢可能係20年內第一次美國對印度嘅態度成為印度內部重大政治議題。即係任何國家嗰啲重大政治議題呢，其實呢都係內政嚟嘅，涉及對外國關係嘅呢都係少數嘅。呢次全個印度沸騰起上嚟講呢件事，不僅反對黨同媒體強烈批評莫迪政府，民間輿論最好啦，呢啲民粹主義要求莫迪政府唔好向美國低頭。點解唔好向美國低頭呢？就因為維護自己嘅主權啊！俄烏戰爭爆發之後，西方停止咗賣俄油，俄羅斯轉向亞洲，平好多賣。印度2024年買折扣嘅俄油慳咗70至100億美金。我計條數俾大家睇下。學者指出，購買俄羅斯石油咧，完全係商業決定，因為其他石油供商咧冇咁平啊嘛，而且印度市場運作嘅空間咧非常有限，即係咧佢其實一個 argument 就咁嘅。俄羅斯唔買，歐洲唔買俄羅斯，就向中東買。如果印度又向中東買，即係俄羅斯啲石油賣唔出嘅話，同歐洲一齊搶中東嘅石油，係咪會搶到啲石油好貴啊？對大家都不利啊！印度認為買俄油係讓全球油價維持平嘅關鍵因素。如果向中東搶呢，就會推高油價，最後美國消費者都會受到衝擊。美國唔 buy 呢一套，俄羅斯運去印度部分石油呢，印度咧提煉咗佢再出口去歐洲、美國、英國喎，佢變咗係全球第2石油產品出口國。歐美國家咧亦都因此得嚟，尤其歐洲都係平咗嘅，即係佢嘅意思就係咁。印俄伙伴關係幾十年，有個歷史關係。冷戰期間，印度執行不結盟政策，美國傾向支持巴基斯坦，印度轉向蘇聯。俄羅斯至今仍係印度最大嘅武器供應國，供應咗印度嘅武器40%到，有個根深蒂固嘅友誼關係。係咪可以喺呢刻拋棄呢個俄羅斯呢？路透社獨家透露，美印談判內幕，經過5輪談判，印度官員覺得得㗎啦，15%。嗱，呢個我覺得都係15%，我都係覺得15%。點解啊？個個都係15% 啦。印度咪日本啊、歐盟啊、韓國都15%，台灣都係會 come down到15% 咁上下，人人都係15%。甚至媒體透露出咧，談判就嚟成功啦。佢基本上咧係講好咗好多嘢。印度曾經印度嘅條件係乜嘢咧？對40%美國輸印度嘅產品零關稅，而且咧對美國汽車酒類咧俾一個 quota 美國，
呢個 quota 咧就唔係可以無限量輸去印度，但係咧某個數量，譬如話50萬架以內咧，就會不停減稅嘅。同時擴大採購美國嘅能源軍工，佢嘅交換條件美國15% 關稅，佢就買美國嘅軍工啦，呢個佢想買嘅啦。買呢一個能源啦，買 LNG 好遠喎。咁咧就係佢俾美國40%嘅嘢咧係零關稅，然後嗰啲敏感嘅嘢就係汽車同埋酒類咧就俾個 quota， 然後個 quota 咧就慢慢減稅。但係喺食品同埋奶類咧雙方爭持印度就諗住唔使讓步。印度談判官員喺技術層面解決好多分歧之後咧，更有信心。即係點講呢？嗰個技術分歧喺邊度呢？個技術分歧就係嗰啲汽車嘅 quota 點酒類嗰啲嘢嗰40%產品究竟係乜嘢免稅，講好咗。呢啲好多細節嘅。認為咧美國猛要求印度對農產品同乳製品增加關稅，印度咧就覺得最後咧美國係唔會強硬要求呢樣嘢嘅。Donald Trump 亦都多次表示同印度接近達成協議，咁呢個新德里就好穩陣啦。即係農產品同乳製品，你會放我一馬嘅。即係印度人好多人耕田噶嘛，你都要體恤下我先得㗎。坦白啲講，真係。不過就算美國產品去咧，都唔會平得好多。印度啲米都係全世界最平。一個印度官員甚至7月中強調美國冇辦法忽視14億人民快速成長嘅市場，即係咧佢覺得咧我俾咗呢個條件你我又幫你制找中共啦，仲有美國企業喺我哋呢度做生意咧，係有一個可以 substantially 取代中國嘅市場，同埋個人口呢個都係我點解話要買印度股票。印度係唯一可以取代中國，有一個咁龐大嘅供應鏈，可以造成咁多專業分工嘅地方。好啦，印度睇見 Donald Trump 同其他國家達成協議咧，開始更加強硬咯。你同全世界都達成協議啦，我咪照版煮碗咯。甚至要求美國取消 10% 基本關稅，降低鋼鋁汽車關稅，過度自信，仲提出新嘅要求，再想 bargain 啲嘢翻嚟。而喺農產品同乳製品咧，完全唔讓步。好啦，前美國貿易代表林斯科特話，雙方一度非常接近簽約㗎啦，但係關鍵咧，呢兩個人缺少直接溝通，結果彎咗。印度官員咧承認莫迪咧冇辦法主動打電話俾 Donald Trump， 因為咧擔心同 Donald Trump 一對一講話咧，就係俾 Donald Trump 咧 push 咗佢，拱咗佢埋牆推唔到啲嘢。加上 Donald Trump 咧關於調解印巴衝突言論咧惡化咗談判氣氛。Donald Trump 又係強調印度同巴基斯坦一定要停火如果唔係咧就會制裁佢哋。喺美印關係面臨最重危機嘅時候咧，印度政府話莫迪會參加8月31號到9月1號喺天津舉行嘅上海合作組織峰會。呢個上合組織係印度係加咗盟嘅，佢就會去。呢個係莫迪2018年6月喺青島出席上合峰會以來隔7年再次訪華。佢係想改善同中國關係㗎佢一路都食呢個紅利嘅，就係喺呢一個美國同中國之間呢，就係兩邊徘徊。中印兩國2020年邊境爆發致命衝突，2024年10月終於達成嘅協議啦，雙方褪後咗，咁而家都有機會改善關係。舊年10月，莫迪與習近平喺俄羅斯金磚國家會議期間會談，結果緩和咗。
佢咧就想緩和對中國嘅關係同中國關係咧，就搞到冇咁僵啊。咁咧亦都係佢同中國關係好啲咧，美國就會緊張啲去巴結佢啊嘛。印度國家安全顧問多瓦爾而家俄國進行預定訪問，講買俄羅斯石油，並且點樣獲得 S-400防空系統同普京訪人。嗱，呢啲係大忌嚟㗎，而且 S-400咧真係冇乜用，呢個係嚇。分析人士話，俄羅斯意圖利用美印分歧啊，俄羅斯恢復俄印中三邊合作啊。印度係要喺結構性因素、喺制裁同尋求妥協間走到平衡。嗱，印度咧對烏克蘭嘅問題咧已經講，後來咧就講得強硬咗好多㗎啦，即係講俄羅斯侵略。一個印度政府官員話，印度要逐步修復同美國關係，加強同其他面臨美國關稅同援助削減嘅國家接觸，包括非盟同金磚國家。廢話冇用。我都俾一陣，我俾個表你睇下，印度就係靠對美國出口賺取外匯，對其他國家佢全部係逆差，只有對美國順差。美國一國嘅順差係頂住晒全世界嘅逆差。如果美國嘅貿易出咗咩問題咧，佢就大鑊啦。呢個就係嗱，咁呢個實際上佢係點樣權衡咧？即係香港新聞連線就非常負責嘅，我就會計啲數俾大家睇下，冇得揀嘅。印度最終必須低頭嚇。好啦，嗱呢個 MMN Collagen 減完價之後翻去呢個價。呢隻嘢咧就係 for beginner 食嘅，佢個劑量冇咁重嘅，210咁上下啦。佢就有 collagen 喺度，所以咧配合咗啲靚嘅嘢俾你，有女士維生素啦、微膠原蛋白啦、美顏瘦身咖啡啦，呢隻咖啡好飲嘅添，CCA 果汁啦，呢一個腸道輕盈酵素啦，呢個令你清咗個腸胃，你先會靚嘅。呢隻2766係食4個月嘅。呢隻咧就係重劑量400mg 嚇，有白藜薈醇同埋 TMG， 因此我會一啲對於反老即係呢個恢復維持青春最有效嘅嘢 Q10 呢個出名嘅嘢，食4個月㗎呢個，所以呢個係咁貴，比較貴啲，有食3個月。腦燒樂啦，等你頭腦靈活啦，因為而家我哋老咗最緊要頭腦靈活。同埋亞精胺，我有篇科學論文、醫學論文俾你睇啊。亞精胺結合 NMN 係最大功效嘅，呢個就係嚇。好，呢段講到呢度。呢隻產品係紅到不得了嘅，喺韓國叫 Ground Plan， 尤其是出名保濕。呢個係 Blackpink 使用嘅 Blackpink， 你知 Blackpink 幾犀利啊？指定用嘅其中一隻御用化妝師指定。佢呢隻氣墊，好啦，嗱 Ground Plan 咧，佢係用韓國專業美容研究所研究出嚟嘅，大部分係植物萃取物嚇，減少對皮膚嘅敏感。嗱，我介紹佢啲 product 先。第一，呢個韓國夜間深層滋潤面膜嚇，深層補水嘅，係用乜嘢咧？北美金柳梅萃取物。舒緩肌膚、收斂毛孔，有夏威夷種子、橄欖油、薰衣草精華 ，pH 值係7。呢個咧係夜間基礎護膚最後一步，搽勻全塊面，瞓覺嗰時咧就會吸收啦。Ground Plan 呢一隻呢個金盞花韓國金盞花精華液，87%係金盞花萃取物嚟嘅，含有胡蘿蔔素同埋好多酚。銀杏葉、黃花枸、無花果、積雪草，而且仲有韓國專利嘅 Derm Care 修復受損嘅肌膚精華液嘅 pH 值係6，係溫和親膚，適合各種物質嘅。好啦，第三，韓國呢個修復護唇精華佢係凝膠狀嘅，冇香精配方，
修復你啲唇間嘅嘢嘅，呢個係個同埋個彈性嘅，含有豐富嘅蛋白質同 Omega 3啊，輕輕攞啲精華液抹少少就得㗎啦。呢個好平，99蚊。呢隻犀利啦，呢隻保濕凝膠係佢第二啲咧好油膩嘅，佢唔油膩嘅保濕85%，北美金柳梅萃取物啊，深層補水，保證你啲肌膚柔嫩水滑，配有積雪草，即時補水、鎖水同深層吸收。好啦，呢一個就第5呢個護面敷卸妝係 all in one 嘅清潔，將你卸妝咧，將日間嘅肌膚嘅廢物啊、化妝洗清咗，深層滋潤。呢個就係按摩啲乾燥塊面，你就會感覺到佢變咗融入你嘅皮膚入邊。然後咧加水乳化，然後咧就係抹乾淨。第6就係韓國雙面去角質保濕棉。呢隻保濕棉咧係純棉同埋微纖維材質設計2合1，雙面護膚墊咧溫和高效纖維面咧有隔紋，清理嗰啲老舊角質、殘妝污垢，每日輕度抹少少，溫和唔刺激。呢個 Relax 韓國物理防曬霜，呢個咧去曬嗰陣時就搽呢個防紫外膚嘅高規格防曬，係 SPF 50 PA+++++，有效隔離 UVA 同 UVB， 防止老化同埋肌膚損害。呢個係用常春藤葉萃取嘅韓國專利原料，保護皮膚質地清爽唔油膩。每日早上搽少少就唔驚曬啦。嗱，呢隻就最緊要啦，韓國女團 Blackpink Jennie 御用嘅化妝師指定使用嘅氣墊，即係一種粉底，一種綜合嘅粉底。呢隻嘢非常出名，你買就試下呢樣嘢先啦。打造自然光滑而且水潤飽滿嘅肌膚質感，質地清爽而唔油膩，長時期使用舒適透氣。呢個係兩款色號有自然色同自然透白嘅，又係用金柳梅3重護膚功能改善呢個皺紋。第1層 Ruby Shell 釋放啲粉體貼合肌膚，第2層防水膜鎖住啲粉體，避免滲透。第3海綿層攤薄咗啲粉體，佢好薄喎，避免厚重。第4層 Ruby Shell 貼住皮膚1層，提升呢嗰個化妝嘅均勻度。呢隻嘢好出名㗎，呢一隻嘢大家記住呢隻嘢。